先离过一次婚，打算这辈子我领我儿子自己过，不想再找了。可后来我遇见了他，他对我们母子非常好，我们俩就相处了。他特别温柔，什么事都支持我，什么事都愿意为我去做。他想做买卖，我就给他拿了不少钱，可是他做的买卖都不成功。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对我不好，一直要和我分手。我看这人一点都不靠谱，在外边现在干活特别难，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，得一点一点去做。我就不打算跟他再处了，我想和他分手。我们欢迎他们吧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丁向友，39岁，来自黑龙江；个体女主人公马霞，37岁，来自黑龙江。无业，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是吧？对。您大概离异多久？5年多了。您呢？我离婚3年多了。你们俩认识多久？认识3年了。你一离婚就认识他了？对。这资料上说丁先生干过不少事儿啊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啊，我曾经开过一个小卖部，在村里开过乐队，就是红白喜事都来。对啊。然后又干过养鸽子，种过有机白菜，又做过奶粉生意，想开个馒头铺。想开了吗？没开成。他白费，他什么都干不成。他这个人到什么时候都不靠谱，干什么都有够。我有什么不靠谱了？我干这些不都为了你们吗？你靠谱，你挣来钱了吗？我等你3年了，你这3年给予我什么样的结果？那钱是一点点挣的吗？是一下就能挣的吗？不得有机会吗？没有一样成功的。我干这些事不都为了你们吗？让你们过幸福生活，把你娶到家，让你们过好日子吗？你指的你们是指谁呀？他有个孩子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了？今年14了。那你有孩子吗？归男方了。没归，归女方。对，归女方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你们现在的矛盾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一事无成，所以你要跟他分手。一开始我挺支持他的啊，可是后来他什么事就不跟我商量了，自己就出去干。干回来还是赔，不管干什么都赔。那他这些本钱从哪儿来啊？我给他拿点，后来我俩贷点款，又亲戚朋友借点。你说你这第一次呗，搞乐队我支持他，我寻思。他好好给我安定的家。我那时候不进乐队挺好吗？黑白指示的，我看乐队这样挺好。可是有人用你吗？有人找你吗？我也没想没有人找我呀。你说的现在破乐器啥搁家里，就给一个相机卖了，一个相机就3000多，500块钱你就卖了。我想卖500块钱不少赔点吗？不是，他开乐队买相机干嘛？也可以给别人照相什么的啊，这也没什么呀，谁做事儿不都有个失败的时候？是，这我也支持他，是我支持他，我寻思干吧，行。可是没人用呢，后来他就不干了，我怕他上我就寻思不干就不干吧。可是后来他又跟我商量说，我想跟朋友上城里去哪去养鸽子。我就听我朋友说养信鸽挺挣钱吗？可你挣了吗？我就跟他去了吗？养成了吗？但我也没想没养成啊。一开始我说你打听好了，你就信你朋友的，你说我朋友没错。我也没想能赔，我去了，跟着我朋友去了，到那嘎达他说生鸽能挣钱，一只信鸽能卖100多块钱，我寻思这个生意挺好，完了我就投资跟他做了。我说如果要挣钱的话，正好能把我那个乐队那点损失找回来。不但没养成，你还有小区人给把你们告了，你不让你在那养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那时候我都没想这些嘛，我就想怎么把以前的损失挽回来吗？这次又赔了多少钱？就赔了2万多。这次一开始他说是把以前的捞回来，我寻思他没多少钱，本身他家就没啥钱，我以为只有我就手里就2万块钱，我寻思我把我这2万钱给你拿去呗。可是他又没有挣钱。我也没想到别人能告我们，说他影响他们正常生活。这鸽子你也赔了，他又来找我说种有机白菜挺挣钱的，城里人都吃那有机蔬菜。我说能行吗？我说但是你以前都赔了，根本就没有本钱呢。他说的不行，咱俩贷款吧。我说那也行，我们俩贷了3万多钱款，给我妹子我又拿了2万。可这有机白菜你没挣成，也没种成，也白费也赔进去了。为什么？有机白菜底子钱筹挺大，有机肥也贵，有机种子也贵。完了，白菜一上市以后，卖的价钱就自然就贵了。
完了就没人买。你说有机白菜没有种成吧？你说后来他办什么事就不跟我商量了，他又开始上了广州。说有个朋友说广州挺挣钱的，你说北方生意你都没做成，你上南方去？好挣吗？你可是他去了2天，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，也没告诉我，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。最起码你告诉我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给你打了2天，你的手机都在关机。干嘛去了呀？出去做奶粉，考察一下做奶粉生意吗？人挺多，都往那嘎投钱。我说这个买卖指定能行，完我就把钱投进去。但后来我一看，干投不没有收入啊，没有回报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又让人给骗了。完了后来我才发现，一点发现好像是一个传销组织，又让人给骗了。骗了多少啊？又骗了5万多。这钱从哪来的？我看也是我从亲戚朋友那借的啊。他不知道情况下我偷着借的。那就等于你们现在已经欠10万块钱的外债。他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，这是他一点都没跟我商量，自己还干不长呀，什么事都干不长呀。你说你后来又说，哎呀，我在咱们县里想开个馒头店。我那时候看馒头店生意挺好。给我打个电话，这个我真考察了。后来你不敢见我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想在县城里开个馒头店。我手头钱不足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一听我就火了，你想开馒头店，你什么事都干不成，还想开馒头店呢？就我妈家的那房子给刷了就一次，现在还花里胡哨在那放着呢。我那时候没有心思给你刷房子吗？你就想干这个干那个，你哪样干成了？你还想开车去？你还想出去报5项工长？我这不都没干吗？如果你让我干了的话，我还哪项都成功了呢，这能把钱挣回来呢。您离婚之前靠什么生活呀？我离婚之前开一个小卖部。为什么离婚之后不开了呢？自从遇到他俩以后，我想给他俩更好的生活，我就想做点大买卖，再挣点钱，完了把他们娘俩娶到家，好好过日子。您这3年也摔了不少跤了，是吧？对。不但没挣，一直在往下赔，因为我失败1次婚姻，不幸福。我想找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想给你们一个幸福家庭，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吗？一直在找活挣钱吗？可是后来我看你干什么都不长远，干什么都有够。脑瓜门一热，我想干这个我就要干，不管这事儿也不打听也不问，自己就是出马一条枪就是干。他对您孩子好吗？对我孩子还好。对你好吗？对我还行。他对我孩子虽然好，现在我怕我孩子跟他都学坏。你要让我孩子学画画，又想学唢呐，什么都想让他学。现在我孩子我一点都不放心交给他。我让他多学点东西吗？我还现在不是想学这学那，我怕以后把我孩子都带坏。怕我孩子以后办事像他似的都不长远。人生总有个坎坷嘛，那你可以帮他呀。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？以前我帮过他，后来他做什么事都不听我的了。我现在就想开一个，我考察了一下那馒头店，他指定能行，一袋面能挣100多块钱。开一个呗。是啊，我现在他不支持我了，不支持你找别人支持呗。那行，我得让他支持我。你为什么让他支持你？不可能支持你。我想把他娶回家呀。你把馒头店开起来了，弄好了，不就娶回家了吗？他不让啊，他总阻挠我呀，不让我干。你干你的不就完了吗？我就以为以前什么都没干成，馒头店你也不在干长远的，你这人干什么都有够。我得让他支持我呀，如果他支持我了，他能信任我。你是要钱，还是让他在精神上支持你？在精神上和投资都支持我。你其实看重是女方的钱财呗？不是，我们俩想共同创业。你还有钱吗？我现在没有钱了，我根本以前的生活就没啥钱。你从开始跟他交往到现在，他一共从你这儿拿走多少钱？我这拿走了5万。你现在还有钱吗？没有。那得了。我还要供孩子，我哪来的钱呢？那你想其他办法呗，开馒头店。对，那我以后自己想办法吧。你是能想什么办法？一袋面就100块钱，我正在想办法。白费，我再不相信你了。现在就想跟他分手。他现在就想跟我分手。他做什么事都不靠谱，干什么都3分热度，我就看不好他这种性格的人。他一直在说我要把生意做得很大，目的是我要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。你能告诉我，你期望当中你们如果结婚的话，你们的家是什么样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需要我的家能过意得去就行。别说的那么笼统，你细致的跟我说，什么叫能过得去？他只要对我孩子和我好，有一点钱，没有饥饿，有点钱就可以，不需要挣多大的钱，我不需要多大的买卖。有点钱是指多少钱？1年1万多块。那就说他只要找一个月2000块钱一份工就行了，是这意思吗？那也是太少了。那不对啊，你刚才说的1年有个1万多块钱就行了，一个月如果2000块钱的工的话是24000块钱，花1万多块钱还能剩点钱呢。
可是万一人情往后再多点呢？那你就说到底多少钱吧？就他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你肯嫁给他吗？不就1万多也得值2万。一个月挣2万多块钱，就是说这个男人要一个月挣2万块钱，你才肯嫁是吗？挣2万我也不想嫁，人2万根本他自己都不够花。我一年能花那么多钱吗？你们现在花不了那么多吗？你们现在我以前花那头那些人都是做买卖赔的，都花那些没用的上了。算了，问也问不出个啥了，时间留给你们吧。丘比特问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屡次创业都会失败呢？有想了，我去做些生意，做着他就不挣钱了，我就不想做了。多长时间不挣钱你就不想做了？1年多吧。他就不到1年，我说一个项目，不到1年，一个项目做多长时间你就会放弃？最长的有1年，有的也就是10多天几个月。其实你在介入一个新项目之前，你根本就没有做过认真的了解，就像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一样。你总是低估了这项目的难度，高估了自己能力和自己和这个项目的匹配度，所以你才会一败再败。你根本就给对方呢没有安全感，随时在冒险，随时在被骗，随时你在欠债。所以你要好好的审视自己，到底自己的问题在哪儿，自己应该做什么。你这样做的话，根本就会给他及他还有一个小孩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。所以其实很简单，我给你的建议是：第一，客观的了解自己，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，然后在周围哪儿有你可以擅长去做的事儿。第二，凡事要有商有量，因为你毕竟要顾及一个全家的感受，什么事情你要取得他的一个认可。之后，最重要的，让自己安定下来，不要飘忽飘去的，每次都是兴冲冲的，不经大脑，然后就灰溜溜的承担这后果。你哪怕现在从事一项你有把握的，哪怕收入比较微薄的，但是可以让对方看到未来的希望和你慢慢的进步的，我现在正在尝试这么一手工作。对呀，但一定要去做，而不是只是说，不要又说一次要投入很大的项目，从点一滴开始，让对方真真正正能够踏实下来，有安全感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女方啊，我就跟你说2点。第一呢，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，我不知道是跟他一开始相处就已经养成了，还是说经他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你这样。每一个男人听到你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，都不会非常的。一开始我也挺支持他的，可是后来他也不跟我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了，他自己。如果他改了，你能不能做到不要这样咄咄逼人，好吗？我看他改不了，这人有点不靠谱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点，因为你始终在刚才的话语当中透露出你对他极大的信任，很伤男方的自尊心的。如果你还想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，就改掉自己的毛病，好吗？多给老公支持，多给他尊重，这样才能帮助他在事业上、生活上有所成就。在爱情面前，我们说我爱你是最容易的，最难说出口的是我错了。其实对于马霞来讲，你其实一直想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选错了，我怎么看走眼了这样一个男人，我花了钱给他做投资，我希望他真的能成功，但是一次又一次他失败了，你真的觉得你看走眼，但是你又觉得你投资了那么多的感情，你没有办法收得回来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在紧逼他。我在想，如果真的我们要做一个感情投资，是不是应该双方成为一家人的感觉，共同来去做梳理，共同来去做打理。可是你好像只是把钱给了他，任何的事情你要让他一个人来做决定，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善于做分析的男人，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但是你从来不把失败归在自己身上，你全归在他的身上。你只是觉得对呀，可以赚钱啊，你也想一起给了1万块钱马上赚10万块钱，你也这么想的。可是你们真的并没有去做真的梳理。我不是也因为我有一次失败的不幸的婚姻吗？我想让你是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你也不清楚到底你该选什么样的男人，你就这么不停的骂他，也是希望他成功。那你不妨去改一改自己这种骂的方式，慢慢去跟他商量，一步一步来做。也许这个馒头店真的是你们一个好的开端。你们夫妻共同去开着店，大家都出一份力，都出一份汗水，你去把这个店经营好。你愿意可是我已经给了3年的机会了。一开始我就说，我说我不想再找了。可是我
经过村里人说，那个他挺好，你单身。他是挺好的，你没有看走眼，是你自己不去跟他共同的行动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哥来讲，你也是一样的。没有一个人就想拿着一点点的钱，很快拿到一大捧的金子，没有人能够做到那一点。很多财富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。钱不是一下就能挣来的。对呀，是一点点去挣。所以你真的，你慢慢的去做一些实施。你不是一个理财的人，那你就去做一个实干的工作的人员。你不是一个能做大老板的人，你就去做一个小老板。只要我觉得生活是你一点一点进步，一点一点的去付出的话，总会得到你想要的。3年你都荒废了，你不能再荒废那3年了。我现在就在这方面努力嘛，我一直在努力。你努力是你自己来做就好了，你不一定非要拽着他来做。把你的事情做好了，再去向他求婚，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晚。我在正在这方面努力。你呀，你有一颗创业的心，却是一条败家的命。40来岁的人，10几岁的心。你有创业的激情，说明你对生活还有想法，但你总是冲动，说明你根本不懂生活。没错，做生意谁也保不齐一定会赚，但是不总结，不有商有量，这完完全全就是你的问题。39岁的人了，干这个不行，干那个不行，你别想做生意，你不是那块料，你找份稳定的工作，先干下来再说。而且把与他之间的感情先放在后一步，先把这份稳定的工作干好，力所能及，能挣多少是多少。此外，对于他的孩子，你能视如己出，说明你这个人很善良，你只是脑子不靠谱。好吧，你不是个挣大钱的人，好好的挣好你的小钱。你一次失败的婚姻还让你看不清楚自己吗？为什么怎么就你那么倒霉呢？第一次碰上一个男人后离了，第二次又碰上一个不靠谱的男人，怎么就你老招这种男人呢？我问你，你第一次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我这男人他一天整天喝酒耍钱啊，怎么后来又招上一个这样的呢？你有没有总结为什么你老招这种男人呢？我这命不好呗。命不好，我看未必是命不好，也不是你的心不好，是你这张嘴真的不好，还有一颗急功近利的心。赵川刚才问你一年到底要多少钱，你一会儿1年1万多，一会儿1个月要2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想跟他过日子，你还是想干嘛？你觉得你自己，你经历了一次婚姻，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干大事的人，还是挣小钱的人吗？我看他挣不来大钱。那不就是了吗？那你还鼓励他投资干什么呢？你就让他好好找份工作不就成了吗？起初他不赔呢吗？你不甘心，其实归根结底是你不甘心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对钱倒没有更大的欲望，他只是想证明给你看，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。真正对钱在乎不甘心的是你，知道他没这个本事还鼓舞他向前。可是后来他不跟我俩商量了。他干嘛要跟你商量啊？他1次不跟你商量，2次不跟你商量，他几次都不跟你商量，你干嘛还鼓励他去啊？起码你跟我说一声吗？你明明知道他不靠谱，又不跟你商量，你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所以现在我就提出跟他分手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他这人太不靠谱。另外，我再问一下你，除了他之外，有多少人追求你啊？我不想再找了。真没有人追求你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他爱你喽，只有他肯把你的孩子当自己亲生孩子看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是不错的，挣点小钱过点安稳日子，可不可以？但是我也累了，我问你可不可以？那你的意思是这一辈子不嫁人了是吧？不想嫁。说准了啊！看他以后什么样。哎，不，要说就说准，要就别嫁，要就好好让他挣小钱，就好好过，你别在这儿左右晃悠。待几年再说吧。我告诉你，哥们儿，有戏，做好你的工作，就这样吧。所以说，这个最不幸福的人生啊，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其实我就想问这位大姐，你想要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，还是说你想为你和自己的儿子找一个长期饭票？我想就为我儿子和我，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就可以。大姐，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有特别多钱的饭票，也就是能吃饱穿暖不成问题。大姐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为了爱情，我是相信你对他们娘俩是真有感情的，从刚才所说的，但是我不觉得大姐真的爱他。回去再开一次小卖部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养活自己？能啊。你愿意跟他吗？他就开小卖部了，这辈子。你愿意跟他吗？他对你好，对你孩子好。以后再说。别以后再说。现在我不想找。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觉得分开也就分开了。吵了半天，我就听到这个钱字儿，其他我都没听见。
是吗，大姐？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稳定家。他这人还行。你爱他吗？他对我孩子好。你爱他吗？不爱。因为他做事什么事好了，太行了，不靠谱。大姐，你要不爱他，我觉得你也别说他是不是窝囊了，窝不窝囊都无所谓，他就是大富大贵，你不爱他也不能嫁，对不对？还行吧。算了，你们俩的事你们俩自己定吧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啊，我以前做的所有的生意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好，以后我一定要好好踏踏实实的工作，给你们娘俩幸福。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坚持一下，以后我就会成功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和孩子好，可是我就需要是一个稳定的家。可我有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我只想让你对我孩子和我给一个完美的家。可我已经等了你3年了，你让我太灰心了。我现在不一直在努力吗？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安稳的家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现在什么样？你这人太不靠谱了。我不一直在改吗？你改得了吗？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指定能改。那就以后再说吧。我会给你们一个稳定的家的，相信我。别跟我分手行吗？你太要灰心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时间到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哎呀，听来听去也没听爱在何处。来，请关门。你听到最多的就是我就想要一个稳定的家，我就想要一个稳定的家，我就要想对我孩子好。可是我特别想问的是，凭什么呢？当我付出这些的时候，你能付出给我什么呢？这个也不表决了，太个案了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对着镜头跟他说再见吧。没想到他真的走。他要的你给不了，你想要的他也给不了，所以我倒觉得这个结果是个好结果。去吧，祝幸福啊，请回。